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小孩在教会小智暴龙的操作方法后，与小智分道扬镳。这一切看似平常，然而小霞这边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们暂时也不得而知。另一边，小智刚刚抵达双子岛，还没走出几步，就感受到周围不寻常的冷气。周围一路衰败的草木，让小智不得不怀疑这是传说中的宝可梦极冻鸟所为。与此同时，这个岛上除了小智他们，还有另外一群人在寻找着什么。从他们衣着上可以判断，这群人正是火箭队。作为这部漫画里唯一的反派，真是到哪都有他们。岛屿上的一边，小智给自己的宝可梦们介绍暴龙龙这个新成员。不过皮神他们因为见识过暴龙的狂暴，所以一直与之保持距离。就在此时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臭肉泥，向小智发动袭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幸好暴龙龙救驾及时，小智才没有受伤。此时火箭队出现了，休想得到极冻鸟。为首头目说道。听到这句话，小智有点蒙圈，我还啥都没干呢。这时小智才注意到一旁被冰冻起来的极冻鸟，或许应该说是极冻鸟主动将自己冰冻起来的。原来极冻鸟因为不喜欢战斗，所以只要察觉到敌人的存在，就会将自己冰冻起来。拉尼，这是什么骚操作啊！火箭队派出臭臭泥，当然将极冻鸟和冰块一起卷走。看着这一幕，小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，不会让人得手的，上吧，暴力龙！只是本该作战暴龙龙突然变得狂暴起来，难道是之前暴力龙被火箭队当作实验对象的心理阴影还没有褪去吗？正想着，火箭队派出臭臭泥试图阻止暴龙龙的行动，于是臭臭泥和暴龙龙陷入了混战。而这个时候，极冻鸟突然破冰而出，火箭队众人眼看着到手鸭子就快飞走了，顾不上这边的战斗，赶忙拔腿就追。小智这边本该去阻止火箭队的，但现在暴龙正处在痛苦中，怎么能弃同伴于不顾？所以顾不上极冻鸟了，先救暴龙龙吧。皮神他们虽然之前与暴龙龙有些瓜葛，但现在都齐心协力的去帮助他。小智这边打得不可开交，一个不注意，臭臭泥逮住了攻击小智的机会。危急之时，与火箭队陷入恶战的极冻鸟突然攻击了臭臭泥，一击就将其逼动。哎呦喂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宝可梦，很有灵性嘛！随着臭臭泥失去战斗能力，暴龙龙也恢复了正常。而极冻鸟在拔刀相助之后，也迅速撤离了现场，火箭队等人也随之而去，只剩下小智他们留在岛上。虽然此行没能成功收服极冻鸟，但是经过暴龙龙失控事件后，小伙伴们的友谊似乎加深了不少呢。离开双子岛后，小智的下一站就是距离双子岛不远的红莲岛。小智载着暴龙龙在海上一路飞驰，很快就看到目的地。可是红莲岛上却出现一片火光，上岸后发现果然又是火箭队搞的鬼。只见火箭队正在和两只宝可梦烈马和风速狗战斗着。小智猜想，刚刚火或许就是由这两只宝可梦引起的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这两只宝可梦训练家却不见踪影。正疑惑着，突然一团火焰袭来，好烫好烫！这下子小智被火箭队发现了。虽然小智不是要找的人，但是既然发现了，还是一起解决掉吧。火箭队果然还是很惊艳的反派啊！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白衣老人出现了。等等，别对小孩子出手！能要找的人是我吧？这个白衣老人就是从火箭队叛逃的科学家夏伯，也是烈焰马和风速狗的训练师。火箭队看到夏伯出现，却不急着抓住他，而是打算以小智安危来牵制夏伯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。毕竟夏伯还有两只不弱的宝可梦，如果不听话的话，就把这个小子弄下去哦。夏伯果然迟疑了，火箭队立马让耿鬼使出黑夜诅咒攻击夏伯。眼看着有人为自己承受出这样的攻击，小智不干了。可恶，看我的！小智释放出暴龙龙，暴龙龙即刻使出一发强烈的水炮，趁此机会，夏伯骑上烈马迅速撤离，当然也把小智给带上了。不过火箭队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小智发现身为一团火球紧追不舍，眼看着就要追上烈马，快挖使用水枪，然而水枪居然对这条火球无效。此时小智和夏伯也看清楚了这团火球的身影，传说中宝可梦火焰鸟。火焰鸟是一种一旦盯上对手就一定会把对方烧成灰烬宝可梦，真是太可怕了。火箭队这一次是真的打算痛下杀手了。在经过烈焰马的火焰漩涡以及暴龙的水炮之后，火焰鸟依然毫发无损。夏伯说，对付这种非袭击宝可梦，必须要同样是非袭击的宝可梦才能够应付。然而他们此刻都没有这样的宝可梦。就在此时，当在泥比试反目送给小智的宝可梦化石突然掉落，夏伯将其捡起，
迷失看了好久后，他让烈焰马带着小智去往自己的个人研究室，自己则借走小智暴龙龙。小智这边被烈焰马带到研究室后一头雾水，还以为夏伯要让自己囚禁，烈焰马直接就给了小智2脚。最后在烈焰马的提示下，小智将化石放置在了一个神秘装置上，化石翼龙复活了。这只才刚诞生的宝可梦仿佛有灵性一般，一级光波就破坏了天窗，同时抓起小智就往前飞。而夏伯这边面对强大对手的持续攻击，早已无力招架，连暴龙也身负重伤。弥留之际，夏伯想着自己绝对不能死，不把自己制造出来的超梦抓回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火焰鸟打给夏伯最后一击时，化石翼龙终于赶到了。在安置好夏伯之后，小智转而让化石翼龙对付火焰鸟。不愧是远古宝可梦啊！化石翼龙一击就灭了火焰鸟的火焰，火焰鸟因此受了伤。火箭队见大势已去，立马将火焰鸟收了回来。小智想要乘胜追击，夏伯却阻止他，随他们去吧。夏伯告诉小智，自己必须亲自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最强生化武器。就是因为这个，夏伯才叛离了火箭队。通过这条水道之后，就有真心镇，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。夏伯在给小智指明真心镇的方向后，便匆匆离去。而火箭队这一边，除了火焰鸟，还有发电站的闪电鸟以及双色岛极冻鸟都已经被火箭队收服。集结了传说中的3圣鸟，火箭队在超梦计划失败后，似乎在盘算着一个更大的阴谋。就让我下回再说吧。我是海P，咱们下期见。